旅程会结束，但感知是夺不走的宝物。那些碎片会长进身体里，化作融化人生的包容性。趁着感觉还滚烫，尽管出发吧。我们在天黑前抵达拉斯维加斯，预计在这待一晚，作为旅程的中继站。不免俗要到地标打卡，但不想排队，就远处拍张到时一游照。这是今晚的饭店，房型真的大得惊人。晚上9点预约 Sphere， 中间空档我们决定自由晃晃。饭店楼下就是赌场，实际走过后发现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。但我们打算去别处看看。Got to feel in heaven when my lover's near. Lord, let this moment. 小赌一番后，差点来不及，赶紧搭 Uber 前往 Sphere。这是我在拉斯维加斯最期待的行程。一进场馆，那种扑面而来的科技感，光是参观空间就非常过瘾。And interactive experiences, you might find our Sphere experiences, such as the holoplot display behind me with my sister Aura, particularly intriguing. 今天观赏的是来自地球的明信片，超高解析度搭配包覆视觉的大萤幕，真的体验到什么叫做身临其境。A magnificent symphony frozen in time. 结束后，我们散步回饭店，想珍惜这短暂的赌城之夜。把握时间又去赌了几把，小赢一点，赶快见好就收。回到房间，从窗外就能看见 Sphere 闪烁的一角，就这样迎来早晨。今天主要的行程是湖人主场，一早就拉车前往洛杉矶。早餐是淀粉大满配，让整入睡得很香。中午在燕澳解决，人真的很多。下午到附近的Outlet逛逛，也去了 Target。接着继续赶路，终于抵达历史悠久的湖人主场。这里的人潮比勇士还多，外面很多传奇的铜像。拍照时，有位陌生人前来搭话，分享他的 Spotify， 警觉心拉满的我直接拒绝，后来才知道这是一种坑钱的手法。进场后，先在商业区快速绕一圈，周边大排长龙，这场没有提早到就不排了，赶紧进球场找位置。这场是湖人对决活塞，球员已经在热身了。And now celebrating their 64th year in Southern California. 76 year NBA. This is a franchise. 看着比分悬殊的攻防，我的眼珠就像看着催眠钟般一直度过。可能是因为这几天太累，加上隔壁大哥让我大晕香，中场忍不住小睡一下，但还是有看到张皇的招牌沙粉跟灌篮。还有摇手手。最终湖人以125比11获胜，主场抛下彩带。离场的人流也很顺畅。洛杉矶这3晚住这里，其实整趟饭店的风格都大同小异。今天是 LA 日游，1站格洛夫购物中心。
里美得像欧式庄园，漫步在其中真的很惬意。整体蛮好逛的，商品都很新潮。中午也简单在这边吃点东西。世新很爱这里卖的花。下午前往 Santa Monica， 这里的人很多，沙很软，给我安全又放松的感觉。排队打卡了66号公路，还发现这边的摩天轮转得很快。原本想走路去威尼斯海滩，结果路程要半个小时，所以改搭 Uber。威尼斯整体的氛围更运动一些。之后本该在格里菲斯天文台看夕阳，没想到打卡不了拉拉链的景点，却体验了电影中的日常。LA 的塞车真的塞到哭，最后只好取消行程，回去吃饭店旁边的温迪汉堡。今天是迪士尼冒险乐园，这里不像日本那么梦幻，反而多了一份活力。汽车总动员的赛道让人身临其境，皮克斯码头的云霄飞车让尖叫变得理所当然，在园区内偶遇各种角色。弹头、胡迪、布鲁托，还有正要下班的毛怪。中午喝着可爱杯装的星巴克配意大利面，就这样轻松的逛园区，想玩的都玩得到。平时有兴趣的也排得到，玩起来非常的舒服。为了避开人潮，赶在闭园前先行离开。回程路上伴随超大的夕阳，晚上点了麦当劳，原以为最保险的餐点，反而超雷。旅程的尾声，上午在好莱坞走走，杜比戏院、星光大道、中国戏院、蜡像馆都简单的逛了一圈。小金人是肯定要带走的吧？中午抵达环球影城后，第一站冲最内区的任天堂，意外发现正在盖的新园区。马里奥果然是人气王，排队又花了1个小时，但真的很好玩。其他设施排起来都很快，变形金刚的3位都看到了。影城之旅带我们走进大荧幕的幕后。水世界的表演更是震撼。虽然在《哈利波特禁忌之旅》中遭遇了机械故障，被悬挂在半空，但这不也是旅行中最难忘的意外吗？吃完晚餐后就离开乐园，前往了机场。回程12小时，精疲力尽，从头睡到尾。吃饭都是在昏睡中被叫醒的。长途飞机的秘诀，我算是知道了。